赵丽颖颜值没变，但眼神却变了，变得凌厉疏离，给人一种心思深沉的感觉。赵丽颖今天为了宣传自己的新剧《小成大事》，跟搭档黄晓明连跑2场主创见面会，真的很敬业。赵丽颖虽然已经38岁，但即使是生图对脸拍，颜值依然扛打。她不仅脸小骨香立体，五官精致，皮肤也没有松弛下垂，十分紧致年轻。但她的眼神变化很大，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的她长了一张圆圆肉肉的娃娃脸，大眼睛也圆溜溜的，忽闪忽闪，灵动可爱。现在的她不仅婴儿肥消失，脸也变得更加精巧，眼神看起来深沉凌厉，给人一种很难靠近的疏离感。即使她被热情的粉丝逗笑了，笑容也不像以前那样明媚，会笑到一半突然收住，然后表情恢复严肃，总是一副若有所思、心事重重的样子。不知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但明显的感觉她并不是由衷的开心，是为了让人觉得她看起来很开心，状态很好。黄晓明真的是一位好搭档，十分贴心绅士，不会让话掉在地上。赵丽颖思考的时候，他马上会接住话茬，两人配合得很默契，相信两人在剧里的合作也得心应手，互相成就。如果说早年的赵丽颖给观众的感觉是那种带着一点天真与倔强的邻家女孩，那么如今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她，气质却悄然发生了变化。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她时，都会下意识地说一句，她还是那么漂亮，但好像不一样了。那种不一样并不是外貌上的衰退，相反，她的五官依旧精致，骨相也更加清晰立体，整个人的状态依然在线。真正改变的其实是她的眼神与气场。在宣传新剧《小成大事》的见面会上，她与搭档黄晓明一起亮相。镜头里的她不再是当年那个圆脸，带着婴儿肥，笑起来像小太阳一样明媚的女孩，而是一位经历过人生起伏，更加沉稳克制的演员。那双曾经灵动闪烁的大眼睛，如今多了一层冷静与锋芒。有人说这种变化让人觉得她变得疏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或许正是一种成熟。娱乐圈从来都是一个放大情绪的地方，演员的一举一动都会被镜头无限放大，被观众反复解读。赵丽颖这些年的经历，其实很多人都看在眼里。从事业高峰到婚姻变化，再到重新回到事业赛道，她似乎一直在用行动证明一件事：真正的演员，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也许正因为经历过风浪，她的眼神里才多了一些以前没有的坚定与克制。有时候，当她被粉丝逗笑的时候，那种笑容确实不像从前那样毫无保留。她会轻轻地笑一下，然后很快又恢复平静。有人说这是强颜欢笑，但也有人觉得这只是一个人学会与情绪保持距离后的自然状态。毕竟，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人很难再像20多岁时那样毫无顾忌地表达情绪。反倒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更像是一名真正的演员。因为演员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把个人情绪收起来，把角色放到最前面。从花千骨到后来的现实题材作品，赵丽颖一直在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也在不断调整自己的表演方式。曾经有人质疑她的戏路单一，但这些年的作品却慢慢改变了这种看法。她开始从单纯的古偶女主转向更加复杂、更具现实感的角色。而这次和黄晓明的合作，也让不少观众产生了期待。黄晓明在见面会上的表现相当绅士体贴，当赵丽颖思考问题稍微停顿的时候，他总能很自然地接过话题，让现场气氛保持流畅。这种默契其实也说明两人在合作过程中应该有不错的化学反应。很多观众都相信，在电视剧里，两人的对手戏可能会比想象中更有火花。从某种意义上说，赵丽颖现在的状态更像是一个收着力气的演员。她不再需要通过过度表达来吸引注意力，而是用一种更沉稳的方式站在舞台中央。她的眼神或许没有从前那样天真，
但却多了一种故事感。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人走过了很长的路，见过不同的风景，所以即使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也会让人忍不住去猜想他的内心世界。对于观众来说，这样的变化未必是坏事，因为演员的成长本来就应该和人生经验一起发生。一个演员如果永远停留在某一种形象里，反而很难走得更远。赵丽颖这些年的选择，其实也说明她在努力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或许正因为如此，当很多人再次看到她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那张依旧精致的脸，陌生的是那双变得更加深沉的眼睛。但也正是这种变化，让人更加好奇，在新的作品里，她会带来怎样的角色，又会用怎样的表演去诠释一个更加成熟的自己。也许这才是一个演员最迷人的地方。时间会改变外表，但真正留下来的是那些沉淀在眼神里的故事。而对于赵丽颖来说，她似乎正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不急不躁，用一部一部作品慢慢证明自己的价值。王一博也学会藏私货了。巴黎随拍缺1张，粉丝再不更新我要闹了。近日，王一博工作室交出了一份名为 Paris Spelllock 的作业，原本预告的挑战6张随拍变成了5张正片加1个悬念。这看似缺斤少两的操作，非但没让粉丝失望，反而成了大型团建现场。王一博挑战6张随拍记录巴黎话题光速登顶，评论区里全是在抖库存，第6张是不是充公了的趣味催更。在这场关于缺图的罗生门里，王一博用一种极具欺骗性的松弛感，完成了一次教科书级别的时尚预热。咬了一口的饼干，咬碎了明星的次元壁。这组随拍最绝的地方，在于它不像王一博，却更像王一博。没有磨皮10级的精修，没有强挖的硬照姿势，镜头里的他更像是一个在巴黎短暂逃离工作的邻家大男孩。俯拍视角下，那块留着清晰咬痕的饼干，成了整组照片的戏眼。这个细节太妙了，它不仅展示了生活的毛边，更制造了一种令人脸红心跳的亲密感狙击，仿佛你就坐在他对面，看着他随手记录下这个无聊又惬意的午后。电梯旁的光影侧影，街头漫步的模糊背影，甚至是那顶深灰色的针织冷帽，都在非摆拍的纪实手法下透出一股冷冽的文艺片质感。尤其是那顶冷帽，瞬间让老粉梦回2019，那个浑身散发着清爽少年气，还没被如今的顶流光环包裹得密不透风的男孩，似乎又回来了。粉丝感慨的今夕是何年，其实是在怀念这份久违的、未被商业精修过度的真实。缺席的第6张是留给时尚周的炸药包。别被这5张岁月静好的照片骗了，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这组随拍的真正使命，是为即将到来的狐暴级行程蓄力。3月6日 ，LOEWE 全球代言人。3月8日 ，LACOSTE。3月9日 ，Chanel。这不是简单的赶场，这是一次对时尚圈规则的降维打击。王一博将成为史上首位单届时装周横跨 LVMH、开云、香奈儿3大奢侈品集团的艺人。如果说2025年打破100年竞业规则是惊雷，那么这次3奢并行就是改写历史。外媒称其为非常规操作，但在王一博这里，似乎一切皆有可能。工作室此时放出缺1张的随拍，更像是一种自信的留白。日常的松弛是为了衬托即将到来的高光，那张没发出来的第6张，或许就是他站在大秀现场的入场券。拿相机的人，最终成了风景。在这场巴黎之行中，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标签：摄影爱好者王一博。连续2届时装周相机不离手，增分享绝美西洋作品，甚至被粉丝调侃不做爱豆可以转行做时尚摄影。这种对美学的敏锐捕捉，反哺了他的时尚表现力。Vogue 曾评价他重新定义东方时尚表现力，
这种表现力不来自于堆砌的 logo， 而来自于他对氛围的把控。正如这组 Paris Bullock， 他不仅是被拍的模特，更是掌控镜头的导演。模糊的焦距、自然的光影、生活化的道具，这些都是他个人审美的外化。王一博用5张照片和1个漏发的悬念，讲了一个关于松弛与野心的故事。他在告诉所有人，真正的顶流不需要时刻紧绷如满弓，也不需要用精修图填满每一寸热搜。那张消失的第6张随拍，或许永远不会补发，因为它已经不重要了。当3月6日的大秀灯光亮起，当他身披3奢高定站在巴黎街头，全世界都会明白，王一博的时尚史新章才刚刚翻开。而此刻，我们只需享受这带着饼干香气的短暂的松弛。如果说这组 Paris Bullock 只是几张随手拍，那它真正厉害的地方，其实并不在于照片本身，而在于王一博身上那种很难复制的气质，一种介于少年感与成熟感之间的微妙张力。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组照片的时候，都会有一种错觉，好像这不是一组明星营业图，而是一段电影的片段。镜头不是精心设计的摆拍，而像是某个导演随手按下快门的生活记录。巴黎街头的风，模糊的背影，电梯旁的侧影，还有那块被咬了一口的饼干，都像是电影里的道具。他们没有刻意的戏剧冲突，却让人产生一种奇妙的沉浸感。这种感觉其实和王一博一直以来给人的印象很像。在内于这个越来越追求完美精修和高密度营业的时代，他反而是少数保持距离感的艺人。很多时候，他看起来甚至有点冷，有点不太主动迎合镜头。但正是这种克制，让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显得格外真实。就像电影里的留白，不是因为内容不够，而是因为导演知道，真正有力量的表达，往往来自于克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觉得，王一博其实非常适合镜头。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戏剧化表情很多的演员，而是一种更偏电影感的存在。他站在那里，不需要做太多动作，氛围就已经成立。光影落在他的脸上，情绪就会自然流动。这种气质，在时尚大片里是一种高级感，在影视镜头里则是一种难得的镜头张力。再回头看那顶深灰色针织帽，很多老粉丝都会忍不住感慨梦回2019。那时候的王一博还没有如今这么多标签，没有顶流光环，也没有如此密集的商业合作。他更像是一个安静的少年，骑摩托、跳舞、拍戏，在自己的节奏里慢慢成长。而现在的他，站在巴黎时装周的中心，能够同时与多个顶级品牌产生交集，甚至被外媒称为非常规存在。这种变化看似巨大，但如果仔细看，其实它的内核一直没有变。他依然是那个喜欢拿着相机到处拍照的人，依然会在忙碌行程里停下来，记录一块被咬过的饼干，一段街头光影，或者一瞬间的夕阳。也许正因为这样，当别人忙着成为风景的时候，王一博却像一个记录风景的人。而有趣的是，很多时候，那个拿着相机的人，最后反而成了别人镜头里的风景。所以，那张消失的第6张照片到底是什么，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这个看起来随意的小悬念，让人再次看见了王一博身上那种难得的松弛感。那是一种不急着证明自己，却始终在向前走的状态。或许很多年后再回头看，这些看似普通的巴黎随拍，反而会像一段电影里的过渡镜头，安静、短暂，却预示着下一幕更盛大的开场。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